通常好莱坞明星都不愿意公开分享他们的私宅，但今天这位女士还蛮不一样的，愿意通过我们的镜头和大家分享她的这栋山林间的小清新别墅。大家好，今天跟我们来看的这栋房子，又是坐落在离 West Hollywood Las Vegas 非常近的洛杉矶的区域，这边也是很多名流选择的一个街区，而且这边竟然是个铁门社区。那进来以后可以看到，这个房子前面首先有一个小小的courtyard，它这边等于和室内的正门做了一个分割，你从街道就看不到正门嘛，其实透过这个非常大的钢化玻璃就能看到室内的1-2分的景观，非常的好看。侧面有一个门，去旁边的卧室可以单独进出。我们从这个非常大的钢化玻璃的 pivot door 呢，2-3步就可以进到室内。室内可以看到蛮有特别的一点，就是一进来以后，首先举架一个超过25英尺的举架，一个环形的层叠越来越大的一个吊灯，上面应该是不锈钢板做的，有点像飞机的那个翅膀的那种感觉的材料似的，都是铆钉镂露出来的样子，蛮漂亮的，挂在上面。那一过来呢，是它厨房的空间，正对的，没错，开门进来正门就面对厨房的空间。去那边之前，先跟我往这边走2步过来，身后是它主要的起居室空间和它的休息空间，一会儿再为大家介绍。右边有一个卧室是自己的套位，就跟大家介绍从进来courtyard能自己单独走入出去的卧室，空间尺寸不错，就在一进门的地方。那这边呢是有一个正餐厅的位置，没错，这就是它的正餐厅。一个6人长桌，你两边各加一个椅子，放8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，轻轻松松也可以坐得下。全屋的音响、射灯全部都是装好。侧面这边，哎，你别看以为是个空镜，也是一个 picture window， 实际上它是一个拉门啊，能够打开走出去的。它这个房子2层都是有这种半环绕一圈的阳台的。侧面这边很多橱柜的收纳系统，那唯一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，它中间的这一层呢，它是做了额外的一个机械结构，里面藏了一个咖啡机。现在这个咖啡的香味还在这儿呢，你刚刚打开是有闻到吗？现磨的，还能闻到这个味道呢。这套所有的厨房设备全部都是 Gaggenau， 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一个品牌，不像咱们之前看的像 Miele 啊、Wolf 这些是不同的。那走到上面这边厨房，就是你在它的抽风啊和它这个sink 之间，它这边做了一个挑空的地方，比较少见啊。哎，特意的，而且那边上面是有做那个玻璃砖的，所以会让一些自然光，它不是直射下来，这属于 mid-century 的一个特色的这种。对，就这个房子其实进来，你看它的外观应该是个现代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但你进来有很多 mid-century 的元素在这儿，而且我挺喜欢，就是它这边是一个大大的 picture window， 从这边已经能看到山谷里面的景观，甚至你要撇一点，下面的 Hollywood 也是能看得到的。直接能看到。对，台面呢也是用这种 leather finishing 的石块，白色的这种砖块放在的上面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一个 induction cooktop 悬挂起来的一个抽风的风扇。厨房大小尺寸可以看到，今天这个房子不是很大，但是它有很多功能，我觉得是蛮好的，包括身后的，哎呦还挺沉的，一个 walk-in 的 freezer。这个你说在这个尺寸的房子里面，别说这个尺寸了，就很多更大尺寸、更大价位的房子里面都挺少见的，是不是？装这个的不多。对，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门，它是一个折叠闸门，能全部收纳到房屋的顶上，完全向外仰角打开。整个打开以后，你室内、室外、厨房这边，你突然会有一种我在露天厨房的这种感觉的错觉出来。本身前面这也是个2层的举架。我觉得这个门也是非常的不一般，咱们频道里第一次见这么打开的门，是，而且它直接连通的是哪儿？后院。从这个门出来以后呢，我要再跟大家多说一下这个门，因为它非常的重，两边室内是有2个液压的杆直接撑起来的，才能把它整个的 lift 起来，这么大的一个门，而且厚度也是蛮厚的。这个选择蛮不一样的，很多正常来讲室内、室外的这种门就是折叠门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 pocket door。但它呢是用另一种方式完全就给你敞开的，这是非常不一般的，给你更多的戏剧感吧。那么出来到后院，后院这边呢是有往下的台阶，下面一个小果林，你想种点什么柚子呀、百香果呀，它已经有很多现成的都已经长满了，买来直接就可以住在这儿，就是现成的了，对不对？往这边中间正对的是一个坐的区域，一个 fire pit， 围绕着一起很多沙发的地方，很舒适。可以看到远处的泳池，是用的这种亚克力的
材料看透明的，你能看到里面的水，就是有人在这游泳的时候，哎，透过这边特别泳池有意思，蛮有一种情趣的感觉，情调。往这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户外的 barbecue 的区域，非常大尺寸，这也有将近60英寸了。但往这边没完，它厨房的户外厨房区域实际上这边它把台面做了一个分割，中间也是用的人工假草铺设。那这边一个台面放了一个 pizza oven， 下面有一些其他的设备。我们坐在这边山林里面，隐私非常好，真的是没有任何一家直接看到你，所以这个房子隐私是很好的。因为这个房子的主人应该不能叫算，其实我给大家几个提示好了啊，他是某好莱坞一线男星，绝对一线男星的第1任太太。然后呢，他在著名的美剧《老友记》里面出任过一个角色，而且是一位女性。我就只提示到这么多了啊，再多能不能查得到就是观众朋友们自己的事儿了。身后面是一个露台，可以走过去，在这边放更多的椅子啊，招待合影啊，客人啊，开 party 都可以，没问题。往上面2步过来，抬高的区域，这边呢就是它泳池的地方了。泳池呢是一个 cover， 能完全盖过来，而且往这边继续走，2阶台阶上来呢，其实这边会比它泳池的另一边高。那这边可以看到，泳池就一个简简单单长条形，除了刚才有提到的，它是整个的 pool cover 能完全的覆盖上。其实想从天上看这个角度，这么长的一个 pool cover 还是挺有个性的。而且另外一点呢，它是右手边这边高台，它实际上做了一个小溪，人造小溪。这 feature 特别啊，它把整个的后院包裹起来了，靠这个小溪的感觉，对，是不是？从最上面一端一直流到最下面，很自然，很自然的一些景观。你会在这边我们走路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听见有溪水在流的感觉，但是你直观上又不能说马上发现小溪在哪里，你稍微看一看，哦，这些花草石块中间，哎，原来隐藏着这么一个隐秘的小溪，弄的是非常有特点的。那我们再说回到泳池这边，泳池它里面都是有灯的，而且往上面走，这边是它一个入水的区域，是在最上端 ，pool cover 全部都是收纳在这一圈的下面。往这边是它的热泡池，热泡池这边整体来讲呢，坐个4、5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最大的特点呢，我觉得除了它有一个简单的水能出去，就是从这个角度里面，热泡池的后面看整个的房子，给你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纵深感。这种房子我觉得蛮有情调的，这个房子很多地方都非常的舒适，而且很适合偏小型的家庭使用。之前我们看过很多房子都太大了，不太适合所有的家庭使用，但今天这个房子是一栋真的能住进去非常舒适的房子。跟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室内。来到它餐厅的另一侧，这边就是它房屋最主要的会客厅或者是它的 living room 的地方，就是起居室。首先，非常大的一个电视挂在了墙上。这个房屋因为它是和现代，就它室外是现代的风格，因为你看那个水泥外墙就很明显嘛。那你其实你看它室内很多元素，包括刚才看的厨房的橱柜，以及这边墙上面选用的砖，地上的木板。包括一会儿我们看到很多装修的风格颜色，它是比较往整体一个方向去靠拢、统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首先位置蛮舒服的啊，而且两侧拉门都是 pocket door， 能收到墙里，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观。先跟我们这个镜头稍微转过来一点，它房屋是个相对长条的形状，从起居室稍微一转过来，其实吧台的一角已经露出来了，这是它的一个吧台的位置。那这个酒吧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首先，尺寸以这个房屋的大小尺寸是绝对够用的，而且你看，为什么说它有一些 mid-century 的元素？你说这种木质的吧台，很少在特别现代的房子里面去放，然后它有一些其他元素，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详细介绍。后面各种你需要的酒，一个电视放在这边，包括这边的藏酒的冰箱，底下的收纳，全部都是一应俱全，空间也很大，很舒适，洗碗槽也都在那边。往这边走2步过来，这边是上2楼的楼梯空间，一会儿上去为大家详细介绍。但是这个楼梯的台阶蛮特别的，不是说背景的 LED 灯啊，就是它下面用的是那种不平的材料，上面用的像是树脂吧，应该是有一个细节的一个考量。对，从楼下从上面看有不同的纹理呈现出来，就每一阶往上走，不管从下从上看都蛮漂亮的。然后往下面这边呢，钢化的玻璃做了一个隔断。为了安全考量，这是下面直接通车库的位置。那正对着拉门出去有一个大一点的阳台，走出来可以看到阳台的尺寸其实是不错的。
它实际上从那边一直能到户外厨房那边，就是厨房那边一直通后院的。那这边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延伸出去，一直到那边两侧，它是你可以当卧室使用啊，它现在不是当卧室去用的。那么这边阳台可以看到有伸出来的地方，更多的地方可以放更多的座椅。从这边也能看到那个 W 酒店都在这边，景色确实很好。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房屋的基本信息。房屋室内面积3777平方英尺，占地面积0.35平方英亩，要价668万5千。我觉得这个价格来讲也是蛮合理的一个范围，5房5个卫生间。我觉得大家其实一直都希望我们能推荐一些能住得进去的房子。我觉得这个房子很容易能想象到自己在这个房子里面生活的场景，很舒适，不会大到让人害怕，但是空间呢也足够家里每一个成员能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角落。跟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它房屋剩下的地方。路过楼梯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首先第一个卫生间，它是一个全卫，里面能够洗澡的，装修也比较简单，偏现代的风格。那这边也有大量的 picture window 啊，保证自然光可以进来。实际上这边已经是另外一个卧室了。你要想做的话啊，它是有 pocket door 全部收纳到它的墙里的。那这边它现在做成了一个第二起居室或者是 family room 的作用吧。里边是衣柜，可以放衣服，工具间也放在这边。它房屋很多选的这个灯啊，是把指向性的光线往屋顶上打的，然后下面是不锈钢的材料，还是蛮特别的。那这边作为一个第二起居室呢，离门口更远，相对更安逸一些。那同样也有拉门打开，可以直接到外面那个长长的走到阳台。那通过再往这边一步，你看它所有的房间隔两步都是拿 pocket door 做了一个分割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那在这种空间长条形的里面，我觉得比较更合理，就让空间对。如果你是那种门的话，你不管往哪边开，都会切掉很大的一个可用范围。是，因为毕竟房子不大嘛。以前咱们看1万多尺的房子，不在乎这些东西的。对。但它只有3777，它怎么给你这些尺寸，怎么利用到，就很有讲究了。那最后这个房间呢，它目前是 staging 成了一个健身房。那可以看到这边也有一个蛮漂亮的一点啊，就是这个是 pocket， 这个大的玻璃窗。是能全部收到墙内的，完全在你房屋的一侧打开，下面是车库的位置。哎，访客啊，从这边都可以趴车。那从这边呢，也能看到一些景观。我觉得把这全打开，通风是很好的。在这作为健身房是 make sense 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先感谢一下我们的 listing agent team 给我们这个机会为大家展示这种房子。感谢 Kirby， 感谢 Nevada， 还有 Ross 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次机会来分享这栋房子，因为这种。也可以来讲算是 celebrity 的房子吧，很多时候不太愿意去在公众的面前过多的展示，对不对？不说大小的关系啊，只是隐私而已。那我们继续看房屋的2楼，上到2楼的空间，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墙面是延伸到1楼的，整个的墙面上来都用的这种比较特别的表面的墙纸材料。对，原木的一些像木皮、树皮这种感觉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颜色实际上是。和地板、橱柜、房屋的外立那种深灰色水泥面，就相对来讲是一个靠拢的方向的。对，那上来这边，那边是它卧室空间。去之前，这边一个拉门拉开是外面的阳台，最近的就是一打开啊，其实你看小一点尺寸的房子就特别高效，上来2步直接开门就进主卧室，主卧室尺寸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适合睡进来、比较舒适的主卧室。先转过来，主卧室床边，你看2步过来，非常的效率啊。直接就进了主卧室的卫生间了。主卧室卫生间比较偏现代的装修风格，稍微带一点 mid-century model 的这种元素在这边。身后的 shower room 有 steam 的功能，地面呢特意用鹅卵石选择了地面的铺设，旁边的砖呢都是那种像水流的纹理这种感觉，他就想设计成像有流水在流动的这种感觉的淋浴间，跟后院那个又有点呼应。对，他这房子里反正他是在互相找了，他并不是说我想到哪儿做哪儿，而且。这个地面是有加热的，主卧室的这个卫生间的地面它是加热的地面，这个其实在咱们洛杉矶不多哎。对，就你不说它很复杂或者很贵，但真的就是我觉得来讲，有就比没有强，因为这边山里晚上还是挺凉的。那么从床这边过来可以看到，床的上面也是有 drop ceiling 的设计，上面有 LED 的氛围灯，往这2侧都有拉门，拉开了以后可以直接到外面的这个延展的阳台，
看到更好的景观，城市的景观都能看得到。W Hotel 就近在咫尺的感觉。我觉得整体来讲，这个主卧室很舒适。我是能想象到我在一个3700多尺的房子，这个房子里面生活居住是什么样子。咱们之前频道里很多人朋友就觉得说啊，房子太大了，住你会不舒服。这个房子我觉得不会。这个玻璃 picture window 做成磨砂的原因是正对着这边是它主卧室的衣帽间，尺寸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。就以这个大小尺寸的房子，有这么大的尺寸的衣帽间，已经是非常的大方了。主卧室走到尽头还是带锁的，密码锁的。打开以后，哎，大家来到哪儿了？来到了就是1楼。一进来foyer挑空的一半的地方，它实际上这边藏了一个半开放式的办公室。对，这种设计咱们在1950几年、1960几年的房子，之前我们在 Christoph 给咱们看那个房子里面都有类似的设计，但是在一个2016年的房子里面，这种元素其实不多。从这边可以更好的看到它上面这个 drop ceiling 吊顶的设计还是蛮漂亮的，上面也有做这种氛围灯。把这个光线打到那个天花板上，就有一种漂浮的大铁片的一种感觉，非常现代的感觉。而且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，我不知道大家在洛杉矶也好，北美的也好，就是它是用瓦斯能供电，用的是公共的瓦斯管道。就是你这个房子万一没电了，不光靠太阳能，它有太阳能，它只要你的瓦斯是通畅的，它也能产生电力。所以这个房子几乎想让它彻底断电还是不容易的。你得满足很多条件，没太阳，然后爱迪生没电，然后瓦斯还得停掉，这个房子才可能会没电。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特点，跟大家特意说出来。跟我们去看房屋的另一侧是它另外2个卧室。从主卧室出来，沿着这个走道直接过去，正对的是2个卧室的空间。反正它2个卧室离主卧室有一定的距离，我觉得它尽量还是保证了每个卧室之间不要太多的互相打扰。那走廊这边吧，也考虑到了一些隐私。你看这边它用的是高床，因为这边是靠街道的那边。2个卧室尺寸其实差不多的，尽头的卧室尺寸很好，房屋的尽头。那和这个卧室呢，我们挑一个，就这个进来一起给大家看。可以看到卧室都是可以看到拉门打开以后去它后院的位置。中间呢是它的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是2个卧室共用的，等于它相对来讲使用来讲会更比较好。但它的卧室，它卫生间其实尺寸很好，就是2边卧室来共同使用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自己的关门这种设计有很多啊，包括它这边的墙纸的设计，也是不太一样。我们从这边出去看一下它的侧面的阳台。出来这边可以看到整个的景观完整的呈现在你的眼前。2楼的阳台的设计也非常的好，让你这个房屋呢室内外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享受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呢，就完完整整的跟大家介绍完这栋房子了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